说是请客，魏无羡点了一桌的菜，兰家的小辈大多还是指着那几盘素菜过活。尽管几个少年貌似尝试了魏无羡的特辣推荐，多数还是苦不堪言地宣告投降了。无奈之下，魏无羡只好又追加了几个素菜，这桌宴才算有惊无险地结束了。饭后，兰家小辈回家报告，兰斯追跟着他们与魏无羡告别，金陵则被魏无羡拉着坐了回去，撤了餐桌，品酒喝茶。说吧。魏无羡抬手给自己斟了一杯酒。说什么？金陵扭头道：你都快把我看成筛子了，还说自己没什么想说的，骗鬼呢。金陵咬住下嘴唇，手指揪紧了衣摆，半晌才说：你今天为什么绊了一下？魏无羡一愣，道：你就想问这个？好吧好吧，我好歹也10几年没运动过了，一下子这么消耗，实在是累了，这个理由值得信服吧？骗人的。金陵只觉得一阵无名火混杂着无力感烧到心里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看着魏无羡的眼睛，脱口而出：你以前也是这么骗舅舅的吗？啊，10几年前，你也是这么骗舅舅相信你自己没问题，让他公开与你决裂的吗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魏无羡心跳如鼓，他死后，难保温情和温宁会说出什么，也难保会被发现什么不该公诸于世的秘密。金陵咬着牙，一把拽下腰间的银铃，攥着穗子把它举到魏无羡面前，颤抖着道：你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银铃裂开了？为什么？魏无羡张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单手撑住额头，无言地笑了2声，泄气般地说：我现在说只是意外，你大概也不会信吧。金陵，他正是金陵的眼睛，我这条命是偷回来的，我是已死之人。你们早就应该向前看了，所以哪怕我回来了，陪你夜猎过，也不代表我会一直活下去。他指指那只银铃，道：我的魂魄在里面沉睡了10年，我之所以醒来，是因为你们家地处灵穴，灵力积累所致。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几天前拥有这副躯体吗？倘若灵力积累10年才让它恢复意识，那要恢复实体，理应需要更久的时间。为什么这个过程仅仅花了2年的时间？金陵茫然地摇摇头。魏无羡道：几天前，你接触了那个半魔人的丈夫，那个被无数人的心脏救活，又无数次丧失行动力的人。金陵周身一颤，眼前掠过几幅画面，瞪大了眼睛。那些心脏里的阳气，怨气消散后留存在身体里的那些看似无用的阳气。对，当你触碰它时，那些阳气本能地寻找到我这个寄居体，我是因此而拥有了躯体，这是彻头彻尾的意外。而最开始我为你打造这只银铃，也绝不是为了做这样的事才造的。魏无羡接着说：银铃只是普通的银铃，是上好的材质不假，但也绝不是能承担那样多的灵气，能让我永远存活下去的。他用手点着银铃，道：这个银铃破碎的时候，我也就消散了。金陵张嘴，慌张而杂乱地喘了几口气，道：疼吗？魏无羡一愣：什么？金陵道：银铃裂开的时候，你晃了一下，那疼吗？魏无羡的心瞬间揪了起来，他本能地想起几日前江厌离对他说过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话。也许是错觉，金陵那张酷似金子轩的脸上也跟着有了江厌离的影子。魏无羡笑道：有什么疼的？就是身体有点发虚而已，你不说我都没察觉到什么。你早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不肯现身。金陵喃喃道。魏无羡看着他，安静地点点头。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金陵猛地抬起头：你是夷陵老祖，你有移山倒海之能，你能造出这只银铃，当然也能造出下一只，如果不停地转换载体，你能一直活下去吗？魏无羡被他连珠炮的发问炸得一怔，旋即无奈地摸摸他的头，道：你们把我想的也太神了，我哪里知道怎么把人的灵魂转换载体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但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，金陵。魏无羡认真地说：我既然活着，就不会想要死去。我一定会仔细研究怎么活下去，不会再让你的父母和舅舅难过，也不会让你伤心的。所以这件事就先保密吧。魏无羡对他眨眨眼：我还没有把握的时候，告诉他们只是平添烦恼，
对这种事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金灵慢慢攥紧了拳头。是啊，就算魏无羡说了，他们又能怎么办？连夷陵老祖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事，他们除去平添烦恼，还能做什么？这么想，魏无羡选择不露面，选择隐瞒，似乎并没有什么错。可他就是忍不住的生气，憋不住的愤怒和委屈。我舅舅说你有英雄病。金灵咬牙道，果真没错。